从一路荆棘盼到天光，透过云的缝隙，渺小的却直面风雨，独行使命，留下坚定背影。乘风吧，唱演一线之歌的黎明，前行吧，未见之旅等待我们开辟，续战吧，见证光明爱用交织搏击，守护吧，理想炙热如炬，倔强的光照亮了梦开启的方向，不再彷徨，那是你我此生的信仰，迷雾消散，找寻心底呼唤的答案，每一刻义无反顾起航。你们慧泉总是那么无义，当初把张小北、施小虎，还有那么多慧泉游戏受害者热度压下去，都是您帮着慧泉无意中干的吧？哎，安妮姐，哎呦，哎呀，怎么了，小田？急急忙忙叫我出来。安妮姐，我知道你们最近在忙着准备公诉的事儿，我不应该在这种时候打扰你，但这事我憋不住，我必须跟你说。没事，你慢慢说，怎么了？姐，我刚才在我爸书房翻到一张他和别的女人的合影。别的女人合影？你认识这个女人吗？我不认识，但是我总觉得眼熟，但又想不起来是谁。这么说，你现在是在怀疑你爸爸？真不是我不信任他，实在是他让我无法信任。你知道吗，姐？他昨天晚上又在和那个尹慧泉嘀嘀咕咕的，他们还说张小北的事儿，还说要处理他，真是过分。姐，我之前就说过，如果慧泉有问题，我一定会替无数个施小虎、张小北追查到底的。施小虎已经死了，张小北还活着，我绝不允许他们再继续伤害张小北了。但如果最终你们调查结果告诉我慧泉没有问题，我也可以全网公开道歉。姐，我现在只信你，不信任何人。你的这番话我听明白了，但是我也希望你对这件事情上千万不要冲动，要相信法律。我们也会保护好张小北。虽然我不能说我代表法律，但是我作为一名司法人员，我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坏人，我也不会冤枉任何一个好人。你好，小北。安妮姐应该已经跟你们说过了，别再来打扰我和我爸了，我爸的时间不多了。之前你给我发私信的时候并不是这个态度，现在为什么会这样？时过境迁了，我不想再掺和这些事儿了。就算你不想掺和了，施小虎的事情，你觉得就这么算了吗？施小虎是自杀的，那些非法贷款的人都已经被抓了。你不会真的相信这件事就到此为止了吧？你不觉得所有的事情都和慧泉有关吗？这么久以来，施小虎的事情，你的事情，只要有一丁点对慧泉不利的消息，立马就会被压下去。这到底是为什么？你没有考虑过吗？那么大的公司，搞这种危机公关不是很正常的吗？你做自媒体的，你还不懂啊？我知道，钱天星的案子你会出庭作证。你在 F 国做的事情，我们也都了解了。你很勇敢，我很佩服你。可是你为什么就是不肯再进一步，彻底把慧泉有可能的黑幕全都爆出来呢？我知道慧泉一定有问题，但是我没有证据啊。钱天心的事跟慧泉也脱不了关系，还有赵继凯和李一堂，他们联手害死了施小虎，到现在还跟没事人似的。
没天理了。当你端坐在电脑前收看我节目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你的个人信息和相关数据正在成为不法分子伤害你的途径和工具呢？就比如说之前，一度因为张小北事件闹得沸沸扬扬，而又花了大量精力打压事件的汇泉集团，他们并没有把人力、财力合理而有效地分布在如何打造让用户更加喜爱的产品上，而是运用在了如何欺瞒用户，如何利用强势地位来打压和消除用户在网络上的正常发声。我今天把你们2位叫过来，是想告诉你们一个噩耗。和我们正在走签约程序的凯利国际投资公司，今天早晨突然打电话给我，说鉴于公司的舆论风波，引发了他们高层的猜忌和不安，所以说通知我，要暂停和我们的投资程序。谈了半年了，说停就停。他们可真会挑时候啊！季凯，公司舆情，你最清楚不过了吧？董事长，那都是空穴来风。那些针对我们汇泉集团的各种谣言和网络暴力，我已经让李一堂去查了，有一个算一个，今天就给他们寄律师函。还有，罗江校的那个混账女儿罗小婷。我们必须让他付出代价。哎，行了行了，别把矛盾复杂化了，你们忙去吧。你留下。董事长，既然公司发生了这样的事情，那么咱们汇拨扩张的事情，那就得暂停一下了吧？为什么要停啊？当时你的思想是非常正确的呀。只要我们能坚持住，那就一定能取得胜利。其实，我之前做市场调研的时候，我发现国外有很多的投资机构都对我们感兴趣。我们不需要在一棵树上吊死。如果您允许的话，我可以……你就放心的做好你的事情。我这边无论如何也要把汇拨直播，让它变成我们行业内的王牌产品。肖总啊，现在公司把所有的宝都压在你的身上了，你可不要让我失望啊！请董事长放心，一定不让您失望。什么叫办不到？我花钱养着你，就为了听你跟我说这几个字吗？你知不知道我们现在是什么样的状况？你知道个屁！老头子现在已经开始怀疑我了。行了，不跟你多说了，一切按照我之前安排的去做，把该了断的都做个了断，就这。进来。季凯，叫我赵总。在公司的时候，请叫我赵总。这照片是？没什么，看腻了，想换一张。赵总，
这是我整理的名单和资料，我们已经把所有能收集到的，包括小婷不消停、网络节目组的全体制作人员，还有参与散播谣言的、扩大影响力的博主、UP 主、自媒体都在这里面了。你看一下，我们是直接发律师函还是直接发声明？赵继凯，你疯了吧？你除了会用法律的手段吓唬几个年轻人，你还会干什么？公司养着你这个法务总监，你就没一点创新吗？你是不是觉得公司现在麻烦惹得不够多呀？啊，现在外面的舆论对我们不利，你还想把整个公司都打造成一个吃人不吐骨头的万恶的资本的形象？行了，我也受够了，请你今天就从我家里搬出去。我以后不想看到你，也不想跟你有任何瓜葛。赵继凯，我就当你今天吃错药了。我不是已经说过了，让你从我这儿搬出去，你怎么又来了？这是什么？方案。我不需要你帮我写方案，你也用不着用这种方法来讨好我。这不是给你写的方案。这是为了给钱天心洗脱罪名做的方案。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你真的听不懂我在说什么吗？这难道不是你最近一直在发愁的事情吗？整晚的睡不着觉，长吁短叹，吸烟酗酒。你的浏览器里全都是关于怎么帮网络犯罪洗脱罪名，怎么聘请辩护律师的记录。你可以找我啊，毕竟上学的时候我是能跟安妮匹敌的辩论高手。李一堂，你不该偷看我的电脑。我还知道，你上次出差是去 F 国看钱天心的，对吧？谁告诉你的？你跟肖莫恩说，是从我这儿得知安妮去 F 国的，但你心里很清楚，这件事情安妮不可能告诉任何人，包括我。我查看了你的机票行程，一切都在往我最不希望看到的方向发展。我说错了吗？我一直都认为你是个只会谈恋爱的傻女人，没想到你一点都不傻。我怎么不傻呀？我这辈子做过最傻的事情，就是爱上了你，而你却没有真正的爱过我。行了，既然你什么都知道了，我就没有必要再隐瞒。我出差，确实去见了天琪。钱天心是我姐姐，也是我的同伙。自从25年前我们在赌场相遇的时候，我就一直跟着她。这杯酒里不会也有安眠药吧？你连安眠药的事情都已经知道了。你放心，这杯酒什么都没有。
为什么？啊？你明明可以选择的，你可以选择重新开始，你可以选择跟过去的一切做个了断。我可以帮你，只要你离开他，我会尽我所能帮你跟他撇清关系。不可能的。为什么不可能啊？哪怕退一万步说，即使安妮他们发现了你，追查到了你，我可以帮你去找退路的。我可以跟你一起走。我这些年存了很多钱，我们可以一起去新加坡、去日本、去很多很多地方。行了，你别说了，你根本就不明白我跟钱天星之间的感情。我们之间发生的故事，远远超出你的想象。他可以为了我毫不犹豫的去死，我也可以为了他选择牺牲自己。我警告你啊，你离我远一点，因为从一开始我的心就没有半点分在你身上。如果现在钱天星他去坐牢了，我随时去陪他，她才是我最爱的女人，懂了吗？懂了。你想让我自己退出是吗？你听着，路是你自己选的，这件事情跟你毫无关系。你可以现在就去检察院检举揭发我，跟我撇清关系。当然，你也可以一走了之，就当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。不管你选择什么样的路，我都没有二话，因为毕竟是我对不起你。赵继凯，你刚刚说的话别后悔啊！我绝不后悔。你听好了，我的选择是陪你一直走到最后。从今天开始，不管你喜不喜欢我，跟我都没有关系了。你想追求的就是我要追求的，你的目标就是我的目标。不管怎么样，我都会奉陪到底，哪怕粉身碎骨，我也在所不惜。李一堂，你傻不傻？季凯，我过去是个傻姑娘，但是我现在想明白了，我喜欢你，我离不开你，哪怕你不肯分给我一丝一毫的感情，哪怕在你眼里我只剩下怜悯，我也想跟你在一起。那你知道吗？我是钱天星安插在汇泉集团的卧底。这些年来，我一直在利用汇泉集团向钱天星输送情报。所以检察院的人永远都不会想明白，为什么钱天星人在境外，他能够如此精准的对症下药。外面的人都说我们汇泉集团有问题，没错，因为那都是我做的。没关系，我所犯的罪不止这一些。你要跟着我，你的下场只有一个。我知道。你傻不傻呀？你现在退出还来得及。你别说了，我已经做出我的选择了。季凯，从今天开始，我是你的律师，所有跟这件事情相关的行动都要经过我的同意。我会尽我所能帮钱天星洗脱罪名。你要相信我，拼了一切，我也会帮你赢了这场赌局。同志们，今天对于我们来说是个意义非凡的日子。我们将同检察系统的同志们一起联动，在多地针对网络犯罪分子进行抓捕行动，希望大家能够恪尽职守，坚决打赢这场战斗。同志们，
注意安全，期待你们的好消息。清点好，别落什么东西。哎，这儿，一会儿啊，你配合公安的同志把他们收缴的这个银行优盾、营业执照啊，还有这个印鉴啊，做一个清点啊。没问题。哎，对了，那个盯一下，把每个隔间都贴上封条。好。我哪知道有这件事儿啊！我就是一个帮别人就是捕获了头脑，是了娘们的鬼话了。其实我们就是做一个调查。我呢，都是被骗去的人。是啊，我们必须得搜集到更多的证据才行，还得把前期抓获的郭景安等人的资金流向图给弄明白，而且必须得对得上钱天星数据库里的内容。对，我现在在做资金流向图，也在做证据目录。我弄好了。啊。我刚把顺序弄好，这又得重新弄了。我先挂了啊，顺序千万不能乱啊！今天晚上一定要审查完毕。今晚就要啊？对啊。那这就剩2、3个小时了，我得抓紧了。准备起诉钱天星了。准备好了吗？都准备好了，这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公诉，没有之一。这次这个案子，工作头绪多，证据数量大，工作任务重，所以按照规定呢，这主要的工作任务就会落在出庭公诉人，也就是你的肩上。所以你必须出庭，出色的支持公诉，出色的完成起诉任务，事实、论据、法理，让他们在法庭上既完整又精炼，而且无可辩驳地展现。这次这个案子呀，将是你第一次面对如此庞大复杂的案件，这就要求在审查起诉的过程中，必须严把证据观、事实观、法律观，一旦稍有疏忽啊，就会造成严重的后果。你能做到吗？一定能做到。我已经做好了所有的预案，所有有关钱天星犯罪团伙的涉案人员，还有以前被他骗、曾经返回过国内的涉案人员，我们都进行过一一的讯问。还有那些曾经被释放过、也已经处理过的涉案人员，我们也已经尽力把他们都找到了。现在，我们要做的就是搜集好所有的证据，准备好一切准备工作，这样才能让结果相互印证。胡德旺先生，你好，我是你爱人为你委托的律师，会见时间只有1个小时，我们抓紧时间聊一下关于你案子的问题吧。我老婆怎么样？孩子怎么样？你家人都挺好的，就是听说孩子在学校遇到一些喜欢欺负人的熊孩子，现在的校园暴力你也知道。出去，快让
让我出去吧！你别着急，别着急，这些事都好解决，毕竟我都坐在这儿了嘛。那个傻娘们儿找你当律师贵吧？贵，但你不需要操心钱的事儿。我这么多年在冒这么大的风险赚点钱，全没了，搞不好还得砸锅卖铁，这赔赔买卖不划算。霍德旺，你家人的生活质量并没有受到影响，相反，变得更好了。他哪来的钱？外头的事啊，有关心你的人支持着，你只需要好好配合我，把知道的都老实说出来，争取宽大处理。您贵姓啊？啊，你叫我金律师就行。啊，金律师，我就没干什么事儿，我的责任就是按照上面的规矩，把那些新来的做培训。胡德旺，你冷静下来，好吧？听清我的问题，跟着我的思路，咱们一步一步来，好吗？你的案件，公安已经移交检察院进入审查起诉阶段了，这个情况你知道吗？我是这么签的字儿。根据我查阅摘抄，复印了你的案卷，尤其是你的审讯口供，我觉得有很多问题你没有说清。我现在要重新问你几个问题。啊，您问。你已经自述了，说你只是一个培训老师，这不争的事实。这，我把问题说完，您再回答。你说你没有参与过诈骗，更没有得手过。是，我是这么说的。不过至少现在，从目前案卷已经固定的证据显示，你的那些说法和口供都不成立。物证显示，你直接参与诈骗金额都很高，知道的也不少。你还是你们集团的中坚力量。还有你的那些同案犯和一并带回来的那些被胁迫的证人呢？他们知道多少？会不会指认你？这些你考虑过？金律师，那我怎么办呀？我怎么说？我怎么说对我有利？怎么说能少判我一点？胡德旺，我们做律师是有明确要求的，我不可能告诉你怎么说，更不可能教唆你进行虚假陈述。这个情况是很严重的，你明不明白？这个话题不要再提了，否则你我都吃不了兜着走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其实啊，这件事已经很明确了，你也很清楚你都干了些什么。公安、检察院他们都不是吃干饭的，会侦查到底的。我的建议呢，你最好做最坏的打算。你的这些罪行，少说也得10年起。啊，如果啊，你能拿出钱积极退赔，法律会对你从宽处理。我哪有那么多钱呀？大头都不是我挣的，欣姐拿走了。没有让你完全退赔。这样，我和外头关心你的人再商量一下，多筹出一部分吧，多少是个态度。刚才你说到的欣姐，你跟她多长时间了？从 A 国就认识了。你们的那个欣姐呀，她不仅仅是 A 国的案件，她还涉及到 A 国的谋杀案件。那她得判多年。怎么？她对你不错？啊，一直跟着。这个我们不要操心。我的建议是啊，不管是 F 国还是 A 国，你有警方或检方没有的线索，
情况或者是与事实不符的，都可以随时举报。啊，你爱人吩咐我呀，让我一定转告你一声，他们在外面挺好的。很感激那些关心你的人对他和孩子的照顾。他说呀，不爱拖欠人情，找机会就会报答。谢谢金律师。啊，嗨，瞧我这记性。对了，他还跟我提到说，你跟他说，辛姐只是一个小头目，他上头还有人，好像是一个老男人。啊，他说你也是听到的，这是真的吗？是。胡大王，你说你这个人，你让我怎么说你呢？我从刚开始进来就跟你说，你老实交代一切，争取宽大处理啊！你说你顾忌什么呢？这么重要的线索，你为什么不说呢？你多想想你自己和家人，争取减轻。这个线索完全符合举报条件，我也好帮你在上面努努力，找机会求情啊！我也没什么问题了。这是一份授权委托书，之前呢，你的家人签过字了，你再签字确认一下。从现在开始啊，我正式成为你的代理律师。哎。哎。是这样，我真的没钱了，全都输光了。你看你，之前像狗一样被人追债，无路可逃。谁帮了你？是我帮了你，我借给你钱保了你这条狗命。然后呢？你讲信用吗？你把我的好心当成驴肝肺，还竟然想着要跑路，害得我好一顿找你。你觉得你这样做对吗？不对不对，师姐，我真错了啊！你给我个机会啊！我没说不给你机会啊。反正你的债务也不高，也就50万本金。师姐，我是真的没钱了呀！再说了，我家里都不知道我来是参与赌博来着。这事儿一旦让家里人知道啊，我这脸往吵什么吵啊！烦死了！小凯。这点事情都搞不定，哥，别，小凯，干嘛呢你？不，这里有你什么事儿啊？你赶紧先上去。上去啊！
行吧，你们处理吧。记着啊，别给我搞出人命来。欣欣，你不能走啊！欣欣，借条，搞定了。拿好。你先拿着吧，你收着是一样的。我今天准备了一些菜，都是你爱吃的，不过好不好吃我就不知道了啊，肯定不如家里的味道。嗯。对了，你什么时候回家呀？最近风声比较紧，我这儿给你准备了一张卡，你收下吧。如果不够花的话，再跟我说。什么意思啊？你要赶我走？你别瞎想，我怎么可能是要赶你走呢？只是最近我碰到一个机会，我想抓住他，因为那个人能带着我们，让我们过上梦寐以求的日子。那你呢？跟我一起走？我不能跟你一起走，我有我的任务。我们已经不年轻了，干这行也不能干一辈子。小海，我知道你忍耐很久了，但是快了，马上就能实现我们的目标，过上我们想过的生活了。我知道这些年你忍耐很久了，这段时间你一直在抱怨，说为什么干这行一定要去学习，一定要去努力，一定要提升自己。但是你要知道，你这么做也是为了帮我呀。我才不在乎那些呢，我只想跟你在一起，每天都在一起。所以你让我做什么，我都会去做。我明白，我答应你，这一天快乐。既然我答应你的事情，你也了解我的性格，我可是说到做到的。但是我也答应过老 A， 我们要一起去完成我们所有人的共同目标。又是老 A， 张口闭口就是老，我都没见过他，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，为什么我要听他？为什么我要给他卖命？凭什么？小凯，我再郑重地跟你说一遍，你必须得去相信老 A， 你得要保护他，因为只要有他在，无论我们有什么事儿，都是有希望的。再说了，你也没见过他，你对他根本就不了解，你对他的能力也是无法想象的，所以听我的，相信他好吗？我不相信他，但是我相信你。这是我做好的讯问提纲、举证提纲、答辩提纲，还有公诉人意见书。王主任，您替我把把关吧。哦，哎呀，看来我是老了。哎呀，真是帮不上你什么了。哎呀，王主任，您跟我开什么玩笑啊？您知道我现在最需要什么？我想让您陪我做最后的庭审模拟。我本来是想让韩轩帮我的，我怕他问我的问题不够狠。哎，王主任，展现您10家公诉人的机会风采可就要到了，您也让我见识见识呗。这些问题怎么狠，您怎么问？我们做好一切的预想，堵死他所有逃避法律责任的希望。这次，我一定会彻底把他送到他该去的地方。哎呀，你说这钱天心啊，遇着你，真是他的不幸。是他的不幸，也是所有这些被害人的希望。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。我们代表的是国家公诉的意义。安妮同志，你真的不愧是公诉精英，当之无愧。有关钱天心对劳务人员的迫害，我方物证、人证、书证均已齐全，事实交由法庭来鉴别。希望辩方律师可以拿出有力的证据，否则就不要再狡辩了。辩方律师还有什么要说的？
没有了。哎，总算快完事儿了，歇会儿吧，姐。今天如果不模拟结束，谁都别想走啊！姐，我以后再也不跟你模拟了，我都要累死了。前天新案的关键环节、关键证据、量刑标准、涉及罪名，你全要过一遍，那不得天亮了啊！我这白头发都快熬出来了。再说了，明天还得上班呢，是不是，王主任？啊，听你姐的。下面审理 A 国故意杀人案。哎，这个根据肇事司机保罗的供词，那天和他见面的、委托他开车撞死张婉如的人是一个老年男性啊。而我的当事人，无论从性别上还是年龄上，明显都不相符啊。那面对这么大的一个漏洞啊，控方却视而不见，指鹿为马。坚持认为我的当事人就是凶手，请做出解释。王主任，钱天心都承认他自己杀人了，这辩方律师不应该这么问吧？怎么不应该呀？啊，我跟你说，你这是侥幸心理啊！作为一个合格的律师，人家就应该这么问，你这要不得啊！控方请作答。据保罗明确表示，事先跟他电话联系的人的确是一个女人，他辨认过声音，的确就是钱天心，没错。但是后来跟他见面的那个老头并没有开口说话，只是递给了他一张张婉如的照片，还有一个写着具体地址的纸条。不过保罗明确表示，那个人一看就是化妆的，因为他露出了自己的双手，这双手跟女人一样白，所以保罗明确地表示，这个人他是装扮的。加上他从头到尾都没有开口说话，光是这2样就可以认定这个老头就是钱天心所伪装的，而他就是想要不留下任何过凶杀人的证据。等会儿啊，老头的手看着像女人一样啊，一样白，那不等于一定就是个女人呢。微弱的烛火，闪烁的泪光，孤独的时候，悲伤不用紧张。如果失去方向，最怕去幻想，再远也不过是远方。淡水很失落，落下都冷了，这是一段被人遗忘的时光。曾经握的双手，就算换了形状，只要剩下一个跳动热血的心脏。暴风雨很漂亮，可以自由的疯狂，也许这更像是命运乐章。总有天会晴朗，会风轻云长，成为回忆之后去欣赏。淡水很失落，落下都冷了，这是一段被人遗忘的时光。曾紧握的双手，就算换了形状，只要剩下一个跳动